好，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又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看到这么大只可怕的恶魔，没错，我们今天使用的是色涅。那这个是他的传奇领主凯利，不要小看他，他的体积虽然说是非常大，基本上算是单体巨兽的大小了。但是它的移动速度可是高达100啊，非常非常快速。以单体巨兽来讲，这个速度是几乎不太可能啊。但是呢，相对性它的护甲15，基本算是没有啦。不过它的近战防御不错，有60。那我们这边看一下它这边的能力哦，可以减对方的近战攻击以及近战防御。还有提升自己的武器伤害跟破甲伤害，短时间内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爆发力，搭配它自身的冲锋加成高达75点，非常可怕。而且它是有毁灭侧袭的哦，毁灭侧袭加上，然后冲锋加成变成2倍下去，再加上这个威力再加100%，短时间内它可以惩罚任何的人，基本上非常可怕。然后这边呢，它有减少对方移动速度25%，基本上被减少25%，你是没有可能逃过它的追击的。而且它的速度是高达100，又是单体巨兽，所以非常好利用。就是他想打谁就打谁，他不想打谁，基本上也没有人可以追上他。好的，那我们来开始介绍一下。最前方呢，就是老样子啦，色涅掠夺者最基础的步兵单位，有着最基础的输出能力。那后面这一排呢是色涅混沌勇士，算是掠夺者的上位版本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各方面能力都更加优秀这样子。那旁边这边有一队是色涅混沌战车。只是因为钱没有算得很漂亮，所以出了这一队啦。不过不要小看它，它的护甲是高达110哦。以色涅来讲，这个护甲算是非常高，很可怕。那我们这边森林呢，总共埋藏了4队啊，总共是追寻者4队，都是有着毁灭侧袭这个能力的骑兵单位，所以要小心啊。好，我们这边看一下是帝国。那正前方呢有长矛兵3队坐镇，那这边还有自由民兵团2队在前方，这就是对方靠过来的时候就是要直接开火的。然后这2队是我比较不喜欢的单位，鞭笞者，主要是他是永不溃散，所以非常的讨厌，而且它不像是恶魔一样，就是士气归零过后会烧起来，它不会，它就是一定会战到最后一兵一卒，所以这种单位非常讨厌。那后面这边呢，先驱侍从跟帝国骑士部署在左右两侧，那后面这边也是长矛兵2队，最后面是火箭炮。我们看一下正中间是沃克马，然后骑乘的算是战车单位，这个不要小看它，很恐怖，比较不好处理。那这边呢是光明法师，带的是强化装甲、强化护甲加30，近战防御加24的，然后还有阿明托克之网，网住对方，然后这边也是强化型的法术。如果这个网子网得漂亮的话，像是这边自由民兵团的中间网住过后3队集火，应该可以秒杀很多东西啊。好的，那我们来开始进入决斗。那刚开始色涅嘛，没有那种远程的东西，所以势必一定要上山跟人家打啦。对方只要有一队炮兵，你就麻烦了。其实火箭炮去抓它，我觉得不是很乐观啊。虽然我在使用火箭炮的时候打步兵群也不是很乐观，我坦白讲，我每次用火箭炮的时候，我觉得打谁都不对。
打步兵呢，基本上都是打不太中。啊，如果打这种单体预售也打不太中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使用火箭炮都是非常的可怜。好的，刚开始在上山嘛，我们要想办法。哦，对方这边放个法术，但是放得非常漂亮哦。这个是光明系的法术，放逐之风，放逐之光。好，那没有错，就是一刚开始呢，先驱四重跟自由民兵团又一阵交火。这边先一个皮鞭下去，先把对方的阵型打散，让对方处于混乱。然后这边网子交出来了，但是其实我不差。这样子，其实对方会比较好包夹，看起来是有点差。然后领主这边直接抓了对方的先驱四骑哦，跟着先驱四重啊，因为先驱四重是一个非常讨厌单位啊，它就是火枪兵，然后拥有着非常好的机动性的版本，所以这种东西能够早点处理会比较好，要不然它其实非常好走位。然后这边还有一队自由民兵团没有来处理哦，因为这边你看一下、哦，它单体巨兽的劣势出现哦，体积过大，所以非常容易被命中。这种火枪兵最喜欢打这种单体巨兽。这个好，赶跑了对方的先驱四重、先驱四骑。抱歉，我一直要走。然后现在转头过来抓对方的自由民兵团，先一个皮鞭下去，然后再搭配一个冲锋，把对方直接打歪了。那对方后面的炮兵被追寻者抓到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单位也都被追寻者抓。这队自由民兵团也被追寻者抓，那基本上被追寻者盯到的话都非常危险啊。然后这队追寻者去追对方准备要回线的单位哦，这个要把对方赶走。他那个火枪兵回线会非常恐怖哦。好，这队自由民兵团基本上应该是没办法做事吧？没有疑问的话，就会被碾到死啊！哪怕领主现在血量非常的少，但是还是可以。然后这边追寻者快速的把对方的后排给斩杀掉。追寻者的工作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对方的后排给处理掉。只要后排处理完的话，就是过来包夹对方的，就是要开始做夹击对方的主力部队。不一定是主力部队，就是要夹击对方的步兵单位啊。好，这边冲过去撞对方的帝国旗啊，正面互撞其实不见得是好的。追寻者其实现在这个血量对他正面互撞不怪是撞赢了，这个有点意外。好，对方的这边算是被夹击状态哦，夹击的话会死伤非常快。我们看一下沃克马，我方的领主血量不是很多，对方沃克马血量还有一半哦。哦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扣血速度，2下3下，清洁溜溜。这个时候基本上我是把所有的能力全部开下去，跟沃克马决一死战。这个领主他的爆发力真的很可怕，坦白讲，色念最可怕的能力就是在这种瞬间爆发力。然后剩下的应该是鞭笞者，他们永不会战。我们这边加速带过去，因为鞭笞者这个没有办法。好的，刚刚最后最可怕的就是恩凯利打沃克马这一段。当时我是把所有的能力跟降对方能力的招式全部开下去，一口气前后应该是不到5下，沃克马半条血就没了。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爆发力。那基本上呢，就是要靠追寻者啊这些骑兵单位想办法先去斩杀对方后排啊。色聂的思维我觉得都是这样子啊，因为色聂他们这个派系仰赖的就是瞬间最大的爆发力，你不用想像纳垢一样跟对方打持久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但是你要说像孔虐一样跟对方
正面硬碰硬，坦白讲，射念办不到。射念你一定要有一些漏盾去吸引对方的注意，然后想办法要利用你们这些有毁灭侧袭的单位去抓对方的后排，一定要想办法抓到。有抓到就是有，如果你没抓到，假设你的射念追行者可能2队被阿明托克之王网到，然后被自由民兵团射烂，我跟你讲，你大概被射掉2队，你这场就不用打了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子，或者是这个领主被网到，然后被射掉半条血，或是直接被打飞，那差不多这场就不用打了，因为射念有爆发力的就这场来讲的话，就这几个单位而已。你如果刚开始还没交战之前就先被网了2队，然后2队被打走，差不多这场就不用打，真的。你只剩2队，你要处理对方这个是不可能，是太难了。好的，那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啊。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影片内容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帮我点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